毛主席還活着，他的訃告竟然已經寫好了，不僅写好了，还被锁进了保險櫃，而全中国知道這件事的只有4個人。就在唐山大地震那天，這份绝密文件被緊急轉移到一個絕对安全的部位。2個月後，毛主席去世，這份文件才被公開。更讓人震驚的是，毛主席去世當天凌晨，政治局正在開緊急會議，江青卻在會上大鬧，叫嚷着立刻把鄧小平開除黨籍。國喪未舉，他就急着清除政敵。华国锋怒視着他，會場上沒有一個人響應。江青要如何收場？1976年7月，毛主席病情急劇惡化，中央不得不提前做最壞打算。汪東興緊急召見中辦秘書局局長周啟才和李新，交給他們一项絕密任務，起草毛主席的訃告和悼詞。2人接到任務時驚愕萬分，當場失聲痛哭。為了保密，文稿中凡是提到毛澤東主席的地方，全部用5個三角符號代替。寫完後密封鎖進保險櫃，直到毛主席去世。9月9日0時10分，毛主席在北京逝世。政治局成員得到消息後，迅速聚集到中南海開會。會議從凌晨2點多一直開到5點，期間江青一直在擾亂會議。他根本不讓大家正常討論治喪事宜，而是一門心思要把鄧小平置於死地。他反复叫嚷着要開除鄧小平黨籍，但沒有一個人響應他。華國鋒怒視着他，會場上一片沉默。江青的第1輪衝擊失敗了。凌晨5點多，負責起草訃告和悼詞的周啟才被緊急召到會場，把那份鎖進保險櫃的密封文稿交給華國鋒。華國鋒立刻宣布繼續開會討論訃告。就在這時，江青又走進來，繼續叫嚷要開除鄧小平黨籍。華國鋒根本不理會，直接安排宣讀訃告。經過緊張討論，政治局一致通過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，當天下午4點向全國廣播。江青的如意算盤再次落空，他想借毛主席去世打倒鄧小平的計劃被頂了回去，但這只是開始。接下來的幾天裡，圍繞毛主席悼詞的內容，兩派之間鬥爭越來越激烈。9月16日，政治局討論悼詞文稿。會前，汪東興提出了一條關鍵建議，在悼詞中加上毛主席的3要3，不要指示，要搞馬克思主義，不要搞修正主義，要團結，不要分裂，要光明正大，不要搞陰謀詭計。華國鋒立刻表態支持，葉劍英、李先念也緊跟着贊同，而江青等人卻面面相覷，沉默不語。這個指示似乎全部指向4人幫，他們心裡不服氣，卻也不敢反對，因為這是毛主席親口說的話，公開反對就等於承認自己搞陰謀詭計。而在接下來的會議中，許世友的一個舉動讓江青當眾下不來台。點擊頭像進入主頁，找到下集，看許世友到底做了什麼，讓江青陷入尷尬。